可是我们坐在这里，在一个 Art Fair 的里面讨论这件事情，它会面临的事情就是，我们对一个作品的价值是有期待的，所以除非这个形式是非常可以被信任的，那所以刚刚 Wolf 说，我个人是非常喜欢 Casey Reus 的作品，所以我一直没有买的原因就是它可以被复制，而且甚至我里面就有它的 video， 所以这个是我的问题存在。可是我在想是说，也许我们可以从音乐这个市场上学一点事情，包括观念上的改变。Wait, just just one sentence about Casey Reus's work. What you're mentioning, that is really funny because Casey Reus is such a major person in the field of software art, but he sells his software pieces only once, no edition, just once. So you sell the movie or generative code? No, it's the code. It's a code. The movie is just something which repeats. I mean, the actual generative work never repeats. So you have the actual software on the screen going on, and you have something which will never repeat. That is the original piece. But the owner can decode anything or copy or duplicate. That's my problem. The actual code he can duplicate, yeah. Yeah. But if he wants to resell, he needs a certificate with it, so he sells it only once. Okay. Yeah. 其实，在音乐的产业，我不能代表音乐这个产业，我从我的观点来看音乐这个产业，我觉得这个经验是非常有趣的。在所谓的 P2P、MP3 这件事情，把整个音乐产业弄得非常糟糕的时候呢，有非常多的观点。比如说呢，国际的这个音乐唱片公司的集团呢，他们认为版权这件事情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任何的一个新媒体的合作，比如说像他们如果 release 他们的 rights 到类似像 KKBOX 这样一个服务商去销售，他们一定非常要坚守这个copyright 相关的这个规范啊。那么但是呢，事实上呢，在任何的地方，任何国家的政府呢，对 copyright 这个思维的逻辑呢，以现在大部分的状况来看呢，都是在保护既有的这个财产的拥有者。怎么说呢？其实就是在保护唱片公司。对于创作者的保护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有限的。但是呢，这一个 business， 这一个产业呢，它已经成为一个产业了。所以呢，如果某一些的人他们不愿意往前走，就会影响到另外的一些人呢，他就没有生意可以做。简单来讲，就是他没有钱可以活下去。所以最后造就了很多的创作者呢，他放弃了音乐这个产业的工作，他会去开计程车、卖蚵仔米线，种种的这一些，我的非常非常多的朋友都是这样子。啊，大家也可以讲说，就像我也是一样，因为音乐产业大家混不下去，所以我只好去科技产业。好，那么事实上呢，但是我觉得10年过后，我们看了有一个结果是还蛮正向的。我举个例子来说，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摇滚乐团呢叫 Deep Purple， 它是非常老的一个摇滚乐团，他们的成员呢大概60岁左右。去年呢 Deep Purple 来台湾的时候呢，我就去看了 Deep Purple 的演唱会。我看了以后，我非常感动。因为我心里面知道，这可能是这一辈子我最后一次看到 Deep Purple 在我眼前演出。那么，所以呢，让我们可以回想到呢，音乐这个产业它最核心的形式呢，其实就2个。一个呢，就是当贝多芬把他的命运交响曲写下来的时候的那一个 score， 也就是那个乐谱。那个乐谱的拥有者当然是贝多芬。可是呢，贝多芬他透过某一个 orchestra 来演出的那一个场景，那个 moment 也是另外一个重点。所以呢 ，performance 跟那个 score 这2个东西才是音乐产业的最核心的部分。那虽然数位化发展到那么普及的状况底下 ，performance 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取代的。
因为我知道我去参加了 Deep Purple 的那个演唱会，在同一年当中，他可能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演出，可是我永远知道的是，我只看到了台湾的那一场，台湾的那一场的那一个氛围是跟别的地方不一样的，而且呢，在我的内心里面，我拥有的那一个 moment， 或许呢 ，Deep Purple 它不会publish 在台湾的演唱会的那一个影像的记录，但是呢，至少呢，是我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呢，去参与了那样一个展演。所以呢，目前来讲，有许多的 artist 在这个音乐这个产业，在国外也是这样子，有很多的 artist， 他最后他的 main business 还是在 performance 这一块，然后呢，他自己的 rights， 也就是词曲的 rights own 在自己的手上。那么往后呢，他渐渐发现，他不再需要所谓的传统的 record company， 就是唱片公司，因为唱片公司过去在负责做的事情呢，是帮他们呢出了一笔钱，让他们去在录音室里面制作好那一个音乐的 recording， 也就是录音的产品，然后呢，透过商业的行为，大量的这个复制，然后透过这个业务的行为去做销售，然后呢，唱片公司又花了一笔钱来去做宣传。那么，如果现在创作者可以自己在自己家的这个 home studio 就可以把内容做好，然后透过网络上面的方式来做销售，然后呢，自己的演出由自己当成经纪人来安排所有的这些演出，然后钱自己收，那他自己就是一个唱片公司了。所以呢，我觉得思维在改变。好，音乐这个产业呢，它不会消失，可是呢，让我们重新回到这一个艺术最核心的部分。那我们认为这个business 它就重新再创造的一个机会。我想这个音乐产业的例子是蛮值得我们来去参考的。谢谢。我接下来想要了解的是说，之前那个 Wolf 他有准备一些讲稿，那我先看一下。那虽然他刚刚一开始没有提到，比如说，他有提到 Lia 的 apps， 就是一个艺术家他的视觉的作品有点像这样子的形态。那这个跟那个 Casey Reed 软体艺术的形式有点像，所以你只要点选，然后它的视觉会一直改变。那我们为什么提这件事情？其实接续的刚刚的问题还是一样有关系。比如说，我们刚刚讲新媒体艺术家是一个穷困的艺术家，当然，Wolf 讲了，现在市场上对软体艺术的买卖其实蛮好的，但是可是像这样子的东西，比如说，或者像刚刚张先生提到，一个音乐人，在这个演进的过程，他发现他可以脱离原来那个唱片公司的这个部分，那似乎意味着将来的新媒体或者数位的艺术家，他有可能脱离艺廊的角色，或是这个中介的角色，直接面对的就是贩卖的部分。所以当然这是一种可能性。可是我的意思是说，我对这个部分其实就会把这个事情串起来，是说，那Wolf也许有一些特别的经验，比如说他像 Casey 下面的作品只有一件。可事实上 ，Casey 在推 processing 这个软体的时候，事实上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拿来使用，甚至它的 code 也是开放。那所以，我们再回到刚刚的问题上面，就是说，一个个人除了买者或是观众这个东西对新的数位作品的观念必须改变，那同时在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产业的消长。我的意思是说，像 Lia 这样的作品在产生的时候，会不会 DM 角色，或是也许各位有人从事是艺廊的角色，他们的角色也逐渐在改变或消失？ Well, then I will not be able to come back. I'm joking. Lia is a good example. She is an artist who doesn't have a gallery. She is not working with a gallery, and I have included her in projects before. She's an Austrian artist. She's from, just that you know, she's from Europe, a woman artist. And
she was involved in this whole scene of clubs where you have these performances of visuals and sound together. Some of you might have gone there and seen it, and we had it as well at the first evening here. When we had a celebration in the evening, there were some artists performing. This is a very big scene internationally, that you have artists creating visuals together with sound or music and perform it in clubs or concerts or whatever. And it's really big. And there are some artists really traveling this kind of scene, which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art world. It doesn't, hardly ever overlaps. And, but that is a way of creating some income for themselves. And Leah has found their own ways of, she's teaching as well. Yeah, so she's not really depending. But she has started now to produce some prints from her work, which is selling directly. So we have a similar tendency here. And of course, I'm an exotic gallery. If you go downstairs, you will see, and it's not much different in Europe, I'm still exotic with what I'm doing. I'm still very much advanced with the art I'm dealing with and the scene and the art world I'm dealing with. So I'm not representing the art market. If you look at art fairs and you find 98% of other media which are sold and which are sold for big money, the art market is really a major economic factor now internationally. So of course galleries will not disappear. What a good gallery does, ideally, and that's what I do as well, or try to do with the artists I represent, you take away the work they have to do in marketing and selling themselves. It's a lot of work. I mean, a gallery job is at least 12 hours a day, if not longer. And if artists have to do that themselves, they of course have much less time to produce their work. So that's very simple. So I hope we will not disappear. But as mentioned before, we will definitely have new aspects of reaching society with some kind of aesthetic results or some kind of art forms. I'm talking about aesthetic results because the other aspect of digital media is that this differentiation, which is very restrictive in the art world between graphics, applied arts, commercial arts, and all these things, this is very much open in the digital field. Many people, like one artist I worked a lot with for a while, Marius Watz, he's producing something for Chanel in Hong Kong. He's producing something there, and then he produces these events with performances, with visuals and everything. So he is mingling in different fields. And this is very easy and open. That would never happen with a painter. This has to do with this kind of medium, which is so open to different possibilities. Back to Casey Rees to clarify this, one part of your question. Casey Rees developed, together with Ben Fry, an open source software language, which is called processing. People sometimes really don't understand. Processing, it's probably not such an ideal name, because processing as such means computing, but they called this tool processing. But that is open source. That is available for everybody. Every artist can use it. You never pay something for it. And the whole community is taking it forward. And Casey has written, together with Ben Fry, introductory books about it. But this is something else, something different to his art. So if you look at the art piece which we show downstairs, of course that is not open source. That is his artwork, his personal artwork, which he sells as an art piece. Just to clarify this. 当然，就是我们刚刚提的延续的这部分，是说还是觉得从音乐界可以学到一点东西。是说刚刚提到，比如事实上 agent 或是唱片公司还是可以做一点事情，因为创造者或是艺术家不可能统包这所有的事情丢到一个 iTunes Store 的部分。当然，一个简单的东西是可以的。可是如果我面临到一个严肃的作品，要到等于是行销所有，或者是说到包括制作，所有都回到一个创造者本身。我觉得从音乐这边是不是还可以
有一些经验？其实，在音乐这个产业，我们不能说唱片公司的角色不存在，我们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可以有新的唱片公司的角色出现。那新的唱片公司这个角色呢，它的规模不见得一定那么大，但是它的功能呢，或许有不一样的一些新的被赋予的任务。那我们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例子，包括在英国。在美国，在日本，其实，在台湾也有类似的状况，就是有一些新的形态的唱片公司，它的人很少，但是呢，它所负责呢的重点呢，就是新的形式的展演的安排，以及内容的出版跟销售。好，那它可能就是直接对着像 iTunes 这样子的一个数位的一个 channel。好，但是呢，这个当中呢，有很大的一个新的空间呢，或许会发生。比如说，其实，在艺术跟音乐的相关的这个结合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去年冰岛的歌手 Björk 他所发的新的 album 里面，他新的 album 他在发行的时候，他还发了一个 app。那个 app 里面呢，其实你就是透过这个 app 可以把他的每一首歌 download 下来。那 download 下来，你透过这个 app 来播放。然后他整个在选择这个歌曲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都是透过那个 computer graphic 的方式去呈现一种非常符合它的内容的那样子的一个氛围。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到底音乐产品它的形式是什么，其实是非常具有空间的。它不见得一定是一个类似像 MP3 的一个档案。它不见得只是一个现场的一个演出，它有可能呢是把视觉相关的东西呢都把它融合在一起，甚至呢还有可能呢是在听音乐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可以透过互动的方式，比如说把某一些类似gaming 就是游戏的方式的一些功能放在里面。那么所以说起来呢，就是说其实我们认为呢我个人认为呢，就是一个创作者呢，他可以重新去思考自己可以展现的一个形式。那至于销售的部分呢，因为是一个产业的这个生态链的关系，所以只要有需求，必然会有相关的中间的中间商呢，会出现来协助这样子的创作人达成他的一个目标。不过，我认为这个是非常值得期待，在未来会发生的事情的。所以我接下来就是要让两位有一点联系的部分，就是说，当然这个问题等一下 Wolf 也可以一起回答，就是以我们刚刚看到，就是DAM 这样的 online gallery， 它的作品必须在现场在那里贩卖，当然网络上也可以销售。那以您多年的经验，就是说，音乐这样的一个产品特性，可是现在如果对于新媒体或是艺术或是视觉这样的微型装置，或是当然未来的可能性更多，那这样的合作的可能性会是什么？或者说可能会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以你在行动产业来看的话，我想我可以再回到以音乐产业这个角度来看啊，刚刚其实 Wolf 有提到一个状况，不管是 software 的 art， 它可能是一个只卖非常少限量的这个 copy 数，啊，或是或是怎么说，或是它可以被 duplicate